4500，一夜失守。周五这一天，黄金高位跳水，单日重挫 2.88%， 收在 4529.9， 把从3700多点一路涨上来的这波气势狠狠踩了一脚急刹车。更关键的是，金价一举跌破了200日均线，这是好几个月来的头一回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这波从历史高位砸下来的暴跌，到底是牛市走到了头，还是又一次让人心惊肉跳的健康回踩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，星期六，我们照例来做一期本周回顾，把这一整周黄金和白银的走势、背后的推手，还有下周的看点，一次性给你捋清楚。老规矩，先郑重提醒一句，本节目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者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务必自己独立判断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本周金银双收跌，黄金一周下来跌了 3.22%， 收在 4529.9， 白银跌了 2.51%， 收在 67.79， 而且都是被周五那根大阴线拖下来的。第二，压垮价格的最大推手是一份高于预期的美国通胀数据，它让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期待一夜之间凉了半截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是黄金的200日均线 4595， 还有下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看最新的，也是最要紧的周五这一天。周五的盘面可以用4个字形容，就是高位变脸。金价盘中最低砸到 4495， 最高还站过 4688， 一天之内上下摆动将近200美元。多头一整周攒下的好心情，基本上就在这一天被打回了原形。白银也没能幸免，周五收在 67.79， 跟着黄金一起往下走。你可能会问，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没错，这正是这一周最戏剧性的地方。我们把镜头拉远，看这一整周是怎么走到这里的。这周一开盘，黄金还站在4680附近，气势如虹。周中一度冲到4697，创下了历史新高。8月这一整个月，金价最猛的时候涨幅接近 15%， 是2008年以来最强的一个月。就是在这种一片欢腾，人人喊着还要涨的时候，周五一根大阴线兜头交了下来。所以你看，这一周其实是先扬后抑，冲高回落，越到高处摔下来越疼。这里我也得跟自己算笔账，上一期我特别标出来4650是黄金的短线生死线，还提醒过一旦放量跌破，性质就变了，要下看200日均线。结果周五这条线不但破了，价格还真就一路滑到了200日均线附近。这个提醒这次是兑现了，但我也得老实说，跌势来的比我想的更急更狠。咱们把黄金这一周的路拆开来慢慢走一遍。这一周黄金从4680的起点出发，冲到4697的高点，最后收在 4529.9， 一周净跌 3.22%。 你把这条线画出来，就是一个漂亮的冲高，然后一根长长的回落尾巴。买盘和卖盘的较量，其实在周中就露出了苗头。价格连续几天在4650到4700这个区间里推不上去，4700这道整数关一次又一次被挡回来，这本身就是多头开始力不从心的信号。等到周五那份通胀数据一出来，压抑了几天的获利盘一下子全涌了出来，卖盘彻底占了上风。这里有个细节特别重要，我要单独讲。金价这次收在4529，已经跌破了200日均线4595。200日均线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市场半年多以来的平均成本线，也是判断一个东西到底是长期牛还是长期熊的分水岭。价格站在上面，多头就还站着理，一旦跌破，短线的天平就开始往空头那边倾斜。不过你也别急着悲观，
因为金价目前还牢牢站在50日均线4227的上方，也就是说，中期这条更快的均线还没破，长期的大格局还没有真正被打坏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200日均线就像一栋楼的地基，50日均线像2楼的地板。金价这次是从3楼摔到了2楼，脚下的2楼地板还踩得住，但1楼的地基已经被踩到了脚底下。接下来就看它是站稳2楼，慢慢往上爬，还是连2楼也守不住，一路砸穿地基。一边是刚破的200日线，一边是还没破的50日线，黄金现在就卡在这2条线中间，方向没定。这也正是我们后面要重点判断的。再看白银，这一周白银收在 67.79， 一周跌了 2.51%， 跌幅其实比黄金还小一点。上一期白银可是绝对的主角，一度气势汹汹的想接过领涨的大旗，但这周五它也被大盘的这股寒气一起冻住了。为什么白银这次反而比黄金抗跌？这就得说到白银那个又爱又恨的双重身份，它一半是贵金属，跟着黄金避险，另一半是工业金属，跟着经济需求走。这一周金银比价从 67.3 小幅压缩到 66.8， 说明白银相对黄金还是稍微强那么一点点，工业属性给它撑了一把腰。但你别忘了，白银的弹性是把双刃剑，涨的时候它比黄金猛，真要是风向彻底变了，它跌起来往往也比黄金更急。换句话说，白银这一周之所以显得比黄金稳，不是因为它自己有多强，而是因为压垮金价的那份通胀数据，对它这个半工业金属的杀伤力，本来就比对纯避险的黄金要小一点。这一周它只是暂时被摁住，还没到真正考验它的时候。那么是什么把金价从高位打下来的？答案就藏在周五那份美国通胀数据里。我说的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那个通胀标尺，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。这份数据出来比市场预期的要热，通胀降的没那么快。你可能会问，通胀高跟金价跌，这两件事到底怎么串起来的？我给你一步一步捋。通胀一旦顽固，美联储要想降息就得更谨慎，甚至市场开始重新压住，它会按兵不动，更久地维持高利率。利率预期一变，美国国债收益率立马往上走，美元也跟着走强。而黄金这东西本身是不升息的，你拿着它，一分利息都没有。当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往上蹿的时候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高了，资金自然会掉头。我再给你打个更接地气的比方，你可以把黄金想象成一间不收房租的房子，你买它，图的是它本身会升值，但它1分钱租金都不给你。而美国国债就像一间能收租的房子，利率就是它的租金。当租金，也就是收益率，蹭蹭往上涨的时候，那间不收租的房子自然就显得没那么香了，资金就会从黄金搬到国债里去。周五收益率和美元的这一波走强，正是踢在了黄金这个软肋上。所以这条链条其实很清晰，通胀更烫，降息更远，收益率和美元更强，不升息的黄金就更弱。我再帮你把这里的两面都读一遍，因为同一份数据，多头和空头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看空的人会说，通胀这么黏，美联储的手就被绑住了，高利率还得撑很久，金价这轮回调远没到头。看多的人会说，正是因为通胀压不下去，才更凸显黄金抗通胀、保购买力的长期价值。这波急跌反而是难得的上车机会。两种说法都有道理，谁对谁错，得靠数据来验证。确认看空的信号是收益率继续往上，金价站不回200日均线；确认看多的信号是收益率见顶回落，金价重新收复失地。这就是我们下周要盯的胜负手，避险这条线。这周也得说一说，虽然它这次退到了配角的位置，前段时间中东局势、地缘上的一些扰动，一直在给金价的底部悄悄垫着一块砖。这也是为什么金价虽然周五暴跌，却没有一泻千里，
还能守在4500上方的原因之一。避险情绪就像是黄金脚下的安全网，风平浪静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，可一旦哪里出了黑天鹅，它随时会重新变成推价格上涨的主力。所以这块底部支撑的力量还在，只是这一周它被通胀和利率的大逻辑暂时盖过了风头，所有这些最后都要回到美联储身上。现在市场的心态很微妙，就在上一周，大家还在兴高采烈地压住9月要降息，白银那波猛拉，靠的就是这个预期。可周五这份偏热的通胀数据一出来，剧本一下子改了，市场对9月按兵不动，维持利率不变的压住明显升温，甚至有一小撮声音开始担心，会不会不降反升？这就是黄金最怕的场景。你想，黄金不升息，它最好的朋友就是低利率和降息，因为那样持有它才不吃亏。它最大的对手就是高利率和更强的美元。所以美联储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份数据，对黄金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，我得帮你点破。市场最怕的从来不是坏消息本身，而是预期被推翻。上一周大家一致压住降息，价格里已经提前把这份乐观买进去了。周五这份数据一来，等于把这份乐观又硬生生抽了回去，价格自然要回吐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跌得这么急，因为它跌的不只是黄金，还是那份落空了的期待。真正的答案要等下周五的非农就业和再往后的一系列数据来揭晓。在那之前，市场大概率会在忐忑里反复拉锯。从技术面来看，黄金，我们把关键的几道坎一条一条摆出来。上方第一道要过的坎就是刚刚跌破的200日均线4595，金价能不能重新收回这条线上方，是判断这波到底是回踩还是反转的第一块试金石。再往上是4650那个前期反复被挡的位置。下方呢，第一个支撑是周五的低点4495，也就是4500整数关。如果这里再破，下一个要看的就是4420附近的中期平台。说完位置，我们再看动能。黄金现在的14日相对强弱指标，也就是 RSI， 读数是 57.4。RSI 这个指标是用来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，数值越高说明买的越凶，越接近超买；越低说明卖的越狠，越接近超卖。一般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。上一期这个数值还高达70，是明晃晃的超买。而这一波急跌，恰恰把这份超买的泡沫给挤掉了，现在回到了57这个中性区域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前期那种一口气冲太高、透支过头的状态已经被这次回调消化掉了。这对多头其实是件好事，因为超买的包袱卸下来了。但反过来看， RSI 还远没到超卖，也就意味着单从动能上讲，价格再往下挤一挤的空间，理论上还有。这一点正好呼应了我们开头那个反转还是洗盘的疑问。白银的技术面逻辑类似，我快速给你点一下关键位。上方白银的第一道压力在 69.5， 这个前期的整数关口，再往上是那道最硬的天花板，200日均线 71.87， 这条线白银到现在都还没能真正收复。下方第一个支撑看周五低点 66.8 附近，如果失守，再往下就要看64这个前期的密集成交区。白银自己的14日相对强弱指标现在是 59.1， 同样落在中性区间，跟黄金一样，前期的超买已经被这波回调洗掉了，谈不上超卖，也谈不上过热。对白银，我的看法是，只要它守得住64这条中期底线，它高弹性跟涨快的那个特点就还在。一旦大盘风向重新转暖，它大概率还是第一个蹦起来的那个。说到这里，我必须认真提醒你几句风险。你看，这一周活生生就是一堂风险课。金价前一秒还在创历史新高，后一秒就单日暴跌接近 3%， 把一整周的涨幅全吐了回去。这告诉我们，越是在高位，越是人人狂热的时候，
越要保持一份冷静和谨慎。追高永远是这个市场里最贵的学费。眼下金价刚跌破200日均线，方向还没有真正明朗，白银又是出了名的高波动。这种时候，无论你看多还是看空，都请务必做好风险控制，仓位放轻，别把宝全压在一个方向上。守住本金，永远比抓住某一波行情更重要。好，那下周到底该怎么看？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块，分开跟你说清楚。先说短线，也就是下周和眼前这几天。第一个要盯的是下周五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，这是继这次通胀之后，验证美联储降息路径的又一个重磅炸弹。数据强，降息更远，金价承压；数据弱，降息预期回暖，金价才有反攻的底气。再往后，还有9月中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，以及9月中旬的美联储议息会议，这2个才是真正的大考。关键位上，短线的多空分水岭就是200日均线4595，收得回去，就有机会重新去挑战4650，收不回去，甚至再跌破周五低点4495，那就要小心回踩到4420，这是短线的攻防地图。再说长线，也就是几个月甚至更长的大格局，这一点我的看法没有因为一根阴线就改变。支撑黄金长期走强的那几根柱子，全都还立得稳稳的。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入黄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没有回头。美国那越滚越大的债务，还有实际利率长期向下的方向，再加上时不时冒头的地缘风险，这些结构性的力量，不是1-2份通胀数据能撼动的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短线和长线这次的方向可能是相反的，短线偏空，需要提防继续回踩；长线偏多，逢低反而是机会。这种矛盾不但正常，而且很有价值。它提醒你，别用做短线的心态去下长线的注，也别用长线的信仰去扛短线的单。那么，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波从高位砸下来的暴跌，到底是牛市结束了，还是一次健康的回踩？我的判断是，更偏向后者，是一次剧烈但健康的回踩，而不是趋势反转。理由有3个：金价还稳稳站在50日均线上方，中期结构没坏，这波急跌把 RSI 的超买泡沫挤掉了，反而让行情走得更健康。而支撑长期牛市的那些底层逻辑，一个都没动摇。当然，我不会硬给你一个板上钉钉的结论，真正的确认信号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看金价下周能不能重新收回200日均线4595，收回来虚惊一场，收不回那才要认真提防。送你今天的一句话，记着，牛市没死，只是被通胀绊了一跤。最后也想听听你的，下周金价能不能重新站上4595这条200日均线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还是要再次郑重声明，以上所有的分析和看法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风险极高，任何操作的盈亏都需要你自己承担，请大家一定保持谨慎，量力而行，理性看待每一次涨跌。如果这期本周回顾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还有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上第一时间你就能收到小金给你带来的最新解读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